5月的风总是带着一点说不出的温和，吹过街角的时候，连阳光都好像放慢了脚步。就在这样一个寻常的午后，刷到一则不算轰动，却让人心里微微一动的消息。王一博的《天高海阔》入选了2025年度听见中国听见你优秀歌曲名单，拿到了国家级音乐评选的认证。消息很短，只有100来字，却像一滴水落在平静的湖面上，漾开一圈圈很轻的涟漪。其实比起那些瞬间刷屏的热搜，这种安静的认可反而更让人愿意放下手机，泡杯茶，慢慢听一听听见中国，听见你这个名字，本身就像一句轻声的问候。他不急着给谁贴标签，也不去争论谁站在风口浪尖，只是安静地收集那些真正能走进人心里面的声音。今年一共20首歌入选，名单里除了王一博的《天高海阔》，还有肖战的《岁岁年年》，周深的《天海一心》，小美满总有美好在路上等作品。20首歌像20扇扮演的窗，推开每一扇都能看见不同的生活切片。有的歌带着岁月沉淀的温润，有的像一阵清透的风拂过忙碌的日常，而天高海阔则像站在高处望向远方，不张扬却自由辽阔。这些作品能被放在同一个名单里，不是偶然，而是因为他们都有一种共同的质地，真诚。在这个什么都讲求速度，什么都追求曝光的环境里，愿意把一首歌慢慢打磨，愿意用旋律去回应生活里那些细微的悲喜，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坚持。第一次完整听天高海阔的时候，其实并没有被什么华丽的编曲或高音瞬间击中，它更像是一幅慢慢展开的长卷，前奏很轻，像清晨推开窗时吹进来的第一缕风，随后人声缓缓落下，不疾不徐，却带着一种笃定的底色。歌词里没有太多激烈的宣言，也没有刻意煽情的词藻，只是平平静静地讲述着一种向外的探索与向内的沉淀。有时候，真正的力量恰恰藏在克制里。王一博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声音不算特别高亢，却有一种很稳的呼吸感，像走在一条很长的路上，知道方向，也愿意慢慢走。这种质感其实很考验歌手对音乐的理解，不是靠技巧去炫，而是靠心境去拖。能把一首歌唱得让人愿意反复听，靠的从来不是瞬间的惊艳，而是那种越听越觉得安心的余韵。就像一件穿旧了的棉麻衬衫，刚拿到手时不觉得特别，但贴身穿久了，才知道它有多懂你的身体。去年，它的万物可爱也在这份名单里。2首歌隔了1年，却像是同一条河的不同段落。如果说万物可爱是低头看见路边一朵小花，一阵微风，一次偶然的相遇时，心里升起的那份柔软与感恩，那天高海阔就是抬起头，看见云层散开，天空无垠时，那种豁然开朗的释然。从可爱到高阔，不是风格的突变，更像是一个人慢慢长大的轨迹。年轻时总想把世界看得更清楚，后来才懂得，有些风景不必急着抵达，有些答案不必立刻给出。音乐也是这样，它不需要每一首都去冲击排行榜，也不需要每一次发声都带着雷霆万钧。有时候，只是安静地记录下一段心境，就已经足够。连续2年入选，与其说是运气，不如说是时间给出的答案。它告诉你，那些认真做过的事，那些在心里反复推敲过的音符，终究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，被懂得的人听见。很多人认识王一博，是从舞台上的利落动作，或是镜头前的从容身影开始的。但音乐这条线，他走的其实很安静，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通稿，也没有刻意营造的音乐人标签，他只是偶尔发一首歌，像老朋友寄来的一张明信片，上面写着最近还好吗？我这边天气不错，写了一段旋律，想分享给你。这种节奏，在如今追求数据与流量的环境里，显得有点不合时宜，却也正因为这份不迎合，才让他的作品保留了难得的纯粹。做音乐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尤其当外界的目光总是聚焦在别处时，还能静下心来写歌、录音，反复调整每一个咬字和气息，需要的是耐得住寂寞的定力。他或许没有把音乐挂在嘴边，但那些作品本身已经替他说过了很多话。舞台上的聚光灯会暗，热搜的排名会掉，但一段旋律一旦住进心里，就很少会轻易搬走。国家级评选的意义，其实从来不在于给谁颁发一个成功的凭证，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尺度，不是以播放量或话题度为唯一标准，而是以作品能否真正触动人心，能否承载这个时代的情绪为考量。天高海阔能被选入，或许正是因为它触碰到了很多人心里那份共同的渴望，在快节奏的生活里，依然想保留一片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，在面对未知时，依然愿意相信前方有光。这种共鸣不是靠营销造出来的，而是靠真实的生活体验慢慢熬出来的。好音乐就像一杯温茶，刚入口时不觉得惊艳，但喝下去之后，胃里是暖的，
心里是静的。它不试图改变你，只是陪着你走一段路。而评选的名单不过是一面镜子，照出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需要什么样的声音。说起来，听歌这件事本来就很私人。有人喜欢在下雨的晚上戴耳机，有人喜欢在通勤的地铁上听一段轻旋律，也有人只是在收拾房间时让背景音乐轻轻流淌。每个人的生活节奏不同，被触动的瞬间也不同。但好的作品总能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轻轻碰一下你的心。天高海阔大概就是这样的存在。他没有试图去讲一个大道理，也没有刻意去迎合某种情绪，只是老老实实的把一种状态唱出来。而当我们听到它的时候，或许也会想起自己曾经有过的那种感觉，站在高处，风很大，但心里很踏实，或者走在陌生的城市，突然觉得原来世界比想象中更宽容。这些瞬间无法用数据衡量，却构成了我们生活里最真实的底色。荔枝新闻的视频里，只用了短短几十秒就把这个消息带到了我们面前。没有多余的渲染，也没有刻意的升华，就像日常里朋友发来的一条微信，你听的那首歌被选上了。简单，却足够让人会心一笑。在这个什么都讲究破圈和爆款的年代，能连续2年凭作品本身走到国家级评选的视野里，已经是一种很安静的底气。它不喧哗，却自有分量，不急于证明什么，却用时间慢慢写下了答案。5月的阳光渐渐偏西，窗外的树影拉得很长。新闻里的名单还在不断更新，热搜也在轮番更替，但有些东西反而会在喧嚣过后慢慢沉淀下来。一首歌能被记住，不是因为它曾经多响亮，而是因为它在某个时刻真的陪你走过了一段路。连续2年的认可，像是一个轻轻的注脚，提醒着我们慢慢来，没关系。认真做的事，时间都会记得。下次再听到天高海阔，或许可以不用急着切歌，就让它放完。听听看，风是怎么吹过耳畔的，云是怎么慢慢散开的，而那些曾经以为走不完的长路，原来早就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风景。生活大概也是这样，不必急着赶路，偶尔停下来，听一首歌，看一阵云，等一阵风，就已经很好了。